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人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世界是无常的。在这个人世间，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就在一步步走向死亡。死亡可以说是每个人生命都无法避免的事情。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影响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死亡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忌讳提起和谈论的事情。但是这并不能打消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疑惑。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是千古以来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难题。不过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，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，而是今生与后世的一个转折。那么人死以后究竟是何种状态，如何投胎呢？今天就让小编来为大家揭开死亡与投胎的神秘面纱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佛教眼中，人死后的49天里究竟会发生些什么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佛教认为，人在断气后，神识脱离躯壳，至转世投胎前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中阴身。所谓前阴已泄，后阴未至，中阴现前。前阴已泄指此期寿命已尽，后阴未至意味尚未投胎。就一般而言，人死后皆有中阴身，但是大善大恶者则没有。因为如果人生前积极行善，认真修行，对三宝及净土深具信心，断气后则无需经历中阴阶段，刹那间便已经往生极乐，而下地狱者亦等同此数。中阴身又称中运身、中运有，亦称中阴有。据《俱舍论》卷10所记载，在死亡的瞬间至来生出世之刹那，其中间时段称为中有。因为这个时段仅意识存在，并无实质肉体，而是由意识做主宰幻化而来，并非是由父精母血孕育所成，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生身、一成身或化生身。此时四大之聚合恰与死时相反，与贪嗔痴相关之思想伴随而来，风火水地亦相继到来。不过此一生身与华严经中提及的佛10大身中的一生身大不相同。佛陀证得清净法身，故其一生身乃随愿所生，随其清净之愿力至十方世界度众而生。而众生之一生身乃意识所成之身，形成元素为业力，此时已是摆脱了色身束缚，远较生前自在。初往生时，灵魂刚脱离肉体的时候，其舒适不可言喻。此时神识往上漂浮，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色身，所以人在亡故后都会流连于棺椁或病榻旁，观看自己的色身。此时善恶尚在对判，业力也并未形成，因此极其自由。因其极清灵敏锐，所以觉知力为生前7倍，有的甚至会有他心通，可阅读他人之心识。此段时间长短不等，或7日、14日乃至49日。同时自肉体脱离而出后，会慢慢开始对外界有所感应，还能够自由自在移动至各处。多数体验者脱离肉体时，想由某处移至另一处，中间并无移动过程，只需动念即可于瞬间抵达。即另有移动过程，亦可任意穿越墙壁及紧闭之门窗，乃至穿越他人的色身。这使得众生于生死迷茫、轮回6道之中，无论其为胎生、卵生，亦或湿生、化生，皆由身口意之善恶业所感得。行善感召之善道，为恶感召之恶道。业果如是，这是任何人都没法主宰的。业即因果之总和，因果相继不断，至有6道轮回，由此可得知，众生之意生身为无明，业力及因果之综合，只是因暂时摆脱肉身束缚，故得此神通自在。身历其境后，自然不愿再受色身之羁锁。那么化作中阴身后的身形体貌是怎么样的呢？欲界中阴，高约2尺，4、5、6岁幼童，并且诸根明利。即使生前为残障或痼疾，在中阴身时也会变得完美无缺。因此我们祭拜时，亡者必然会知悉，并且人刚断气后便会具有天眼，多远皆可得见。因此一上香，魂魄随之。若非如此，民间所谓牵亡魂，有何由牵之？至于死前为什么会昏迷，此乃因神识为肉体牵制，
而感痛苦昏迷。中阴身近似脑部神经系统，若神识脱离色身，那么神经系统则作用全失，此即即无所谓昏迷。昏迷仅适用于生前，如果已经断气，神识脱离肉身，何人前来探视均一目了然。比如手术时不治，亡者于手术台即可知谁在身旁，神识漂浮于天花板上，似遗体运出，亦尾随而去。中阴身时常希求，觅其出世因缘，寻查来世当生之处，故又称求生，并且因其为本有坏后，于次生之间暂时而起，故称为起。寿命短者仅刹那之间。此外，六道众生之中，阴身也各不相同。据《大宝积经》所载，地狱之中阴形貌丑陋，面如焦炭；畜生之中阴似烟，无固定形状，其生前即无定性，无意志力，或因吃鱼，故感得此。恶鬼之中阴形色如水，视其福报而有清浊之别；人天之中阴形如金色，色界之中阴其色鲜白。以其具禅定功夫，心不浑浊，故通体透明。至于无色界之中阴身，则非凡夫所能了解了。例如佛入涅槃时，无色界众生亦哭泣，泪洒雨下，其中阴身系微细四大，非人间所能见。有人可能会好奇，那么菩萨的中阴身又是怎么样的呢？证悟菩萨果或有修有证者，其中阴身系方便说，此乃欲救度中阴众生而示现，形貌为一壮年，身量高大，因智慧高超，身形圆满，绽放光明。菩萨欲入胎时，光明照耀百千俱胝之四大部洲，为智慧愿力身，不同于凡夫之无明业力身。再来说说中阴身的饮食，一生身会专食香味以滋养其身，所以子孙祭祖时焚香，即此用意。起居拜神皆焚香，即因鬼神乃触气而饱，香为其饮食。又如父母亡故后焚香祭祀，其所食的其实并非所供之饭，而是食供品及香之气味。此外，焚香亦有等级区分，较无福报者食恶香，纵使好香现前也无福消受，而福报深厚者则可以食好香。所以焚好香可感得善神使用，则点恶香则多感得鬼道众生前来。此外，中阴身由于业力强，速度快，具最极之业通，其本具定力、神通力、意志力、愿力及威德力。但是一旦决定了投胎之处，那么此五力旋即便消失了，以其随念而走，起什么念便投胎何处。故念念应注意自己起心动念，念清净之佛国土，即转生莲花内，生死关头最为紧要，遇善缘则生善道，遇恶缘则堕恶道。因此杨氏眷属当设大供，仗三宝之威光以资神识，往生善道，或撰读世尊所说经典，持念佛名，仗佛力令亡者离诸恶道。至于中阴身之寿命，每7日为一周期，亦即中阴身每7日内皆有可能转世一次。因此每7日须为亡者诵经、坐期或拜忏、念佛，以增亡者之福，期令投生善处。如果亡者本身善根深厚的话，或许可以借念佛功德得度，往生极乐世界。不过所谓7日一周期之寿命，只不过是一概略数字，非必一定如是。也有断气后3、4日便已经转世的人，但是绝对不会超过1个月。7期49日后，如果还未投胎，并且尚未借任何善根之力的话，则会沦为鬼道。民间有牵亡魂之习俗，若已亡故3年5载，仍可牵出亡魂，则表此人已落入鬼道。因为中阴寿命最多只有49日，于此期间如果未能转世投胎者，即化为鬼，并且极难超生。因为化为鬼后已经属于另一道，即已形成固定生命形态，所以想由此模式转换为另一模式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因此应在亡故的49日内积极做种种功德。不过这也只不过是亡羊补牢之做法，如果想要正本清源，还是应于平日即早做准备，精勤不懈，行善布施，莫似往生后有子孙代做，所得利益相去甚远。最后再来说说中阴身的投胎经过。中阴身阶段的前21日里，亡者对于生前的记忆极为清楚，
因此在这时候为其做功德是最能获益的。此后业力形成后，想要再做超度的话就相当难了。据说中阴身每经过7日就需要重新经历一遍死亡时的心境，如果是安详而逝的人，则重现安详心境，反之亦然。众多中阴身聚集于男女交媾处，寻求有业缘之父母去投胎，其中或有一中阴身随其所愿，余者则绝望而死。不过这里的死生指的是无明心中所现之生灭相，并非是世俗之生死。因急于投胎，中阴身必须要选择一个看似安全的地方前往，但是因为处于迷惑中，所以总是会视善生处为恶生处，视恶生处为善生处，又或者闻迷人歌声，千人呼唤，终被诱至三恶道。中阴身为夜风吹至父母交媾处后，因宿世业缘会产生很强烈的执着，如果喜爱母亲，对父亲欲取而代之，那么则转生为男众，反之则转生为女众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像现代科技的那种试管婴儿并未见父母交媾，那他们又是怎么投胎的呢？殊不知精卵和合，便可牵引神识去投生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死亡不见得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，等于木柴烧完之后，中间有个火源，接济传递到另一根木材，木材就会继续燃烧，所谓心进火传，人的生命就永远不死。愿大家把握当下，努力修行，早日脱离轮回苦海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